没想过有朝一日，迪哥能给我们带来奥利弗般的安全感。也许这就是绿箭小队吧。So you're saying that John Diggle, aka Spartan, aka Oliver Queen's right hand, the heart and soul of Team Arrow, is gonna help us end the Godspeed War? Yeah. 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7季前情提要：神速大军入侵中城，与闪电侠小队展开博弈。可随之而来的另一批神速让白瑞傻了眼，双方见面就干神速内战。这还不算最夸张的，最夸张的是艾瑞斯没怀上啊！白瑞心态变化的第一天，中城依旧在被神速大军荼毒，媒体争先报道受损区域，白瑞决定去对抗他们。转眼就看到了女儿诺拉，他告诉白瑞，未来出现的变故是艾瑞斯才是关键。可直到女儿消失，白瑞都无法开口说话。他再次醒来，这种预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中城又是民心惶惶，白瑞出动一晚也未曾抓到一名神速，他自己还中了埋伏受伤。神速大军每隔8小时会进攻一次，目标随机，地点随机，绅士拿他们没有办法。要搞清楚神速内战的原因。此时塞西尔慌慌张张走了进来，乔已经失踪了很久。又因神速大军的袭击，中城被电磁场包裹，任何信号都发不出去，也接不进来。白瑞没有过多担心乔的安危，作为一个老警察，自保能力绝对有的。如他所料，汽车爆炸前，乔就带着克里斯汀躲到了远处。亚当循着脚步追杀两人，他干扰了信号，阻断了后路。克里斯汀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他想上去弄亚当。冷静的乔分析了一下状况：你们是姐弟，他当初没有杀你，现在为何杀你？只有一个原因，他不知道自己要杀的人是谁。两人决定利用一下姐弟这个身份。很快，亚当就注意到了克里斯汀，他放下戒备的一瞬间，乔抑制了他。随即，两人得到一个真相：克里斯汀早就死在了格里芬行动中。他们没有多想，认为亚当风言风语，一个收钱拿命的雇佣兵有什么可说的？亚当又告诉他们，自己的超能力是不死之身，这就是上天给他发家致富的机会。最终，亚当被捕。实验室这边，白瑞的伤势得到恢复。凯瑟琳陪了他这么多年，早就看出白瑞存有心事，于是白瑞把诺拉的事说了出来。神速本就是女儿那个时代的恶人，现在又全部来到了这儿，一定是未来出现了麻烦。凯瑟琳建议他穿越到未来去看一眼，能确保家人安危有何不可呀？就在此时，那个男人登场了，他带来了扭转战局的装备。事实上，这是希斯科听到消息后连夜研发的。迪哥自告奋勇前来帮忙，他身经百战，能为白瑞带来很多胜算。检测板的功效也很简单，不管对象的速度有多快，只要接触到就会瞬间锁住。白瑞想靠检测板活捉一名神速，这样说不定能套一下，前提是对方未救过自己的阵营。说着，迪哥的大脑传来剧痛，这种疼痛转瞬即逝，他顾不得身体，直接与白瑞行动。闪电侠在城市中狂奔，并在制服上发出了咯咯一声，这样一来，神速就会把他当成敌对神速。果不其然的，白色闪电出现在了身后，白瑞一路将他引到检测板跟前，一记共振遁地，神速当场被锁在半空。看来跑得快的秘诀就是顺拐呀。超能监狱里，神速没有任何动静，这一点迪哥了解，士兵只会在需要的时候开口。虽然对神速不管用，但塞西尔成为了小队的审讯员，阿莱格纳进化后也能做阻断信号。迪哥不禁感叹时光飞逝，闪电侠小队都已经全面升级了。超能监狱门前，神速突然开口 And we have much to discuss, Barry Allen。 一开口就是老江湖了，他们一直在和另一批神速较量，双方的战力完全平衡，这是场没有赢家的争斗，所以他们想要让闪电侠帮忙，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平衡。作为一群克隆体，他们也想独立的活下去，想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杀掉神速本尊奥古斯特，也是神速大军来到这个时间线的原因。神速本尊就在中城，条件很诱人，帮助他们就能保护家人，保护百姓。可当白瑞一听说神速大军想要杀死奥古斯特时，他拒绝了。非友即敌，神速冲破了超能监狱，先一步摧毁了检测板，并将白瑞一顿吊打。阿莱格纳赶来击退了他，白瑞这才得以保住速度。他们这才想起来，神速是注射了终极速度药剂才跑得飞快，这种不算真正的超能力，超能监狱自然困不住他们。看似是他们在审讯神速，实则是神速掌握主权。闪电侠逆风妈卖批啊，吵吵着让切斯特修好检测板，迪哥只能单独问个究竟。他可不信闪电侠会因为一个设备就对大伙大吼大叫。听闻白瑞是因为女儿，迪哥沉思了一下，神速的突然出现的确有可能影响到了未来，他也同意让白瑞走一趟未来。
伙计，你放心的去，忠诚我替你守护一阵。白瑞通知下塞西尔，结果他反手掏出了诺拉笔记。在未来，女儿和神速是对手，诺拉自然收集了不少情报，其中就有几个对奥古斯特很重要的地点。塞西尔打算让迪哥陪着逐一搜索。两人刚要出发，头痛再次传来，这次比上次更严重，只是感受了下，塞西尔也几乎崩溃。迪哥坚持要完成这次行动，一切等结束再说。此时白瑞已经冲进了历史加速器，一路前往2049年。Now passing 2022, 2023. 可半路他遭到神速埋伏，重重一击把白瑞甩出了神速力。眼前的迪恩将他拉了出来，说出了现状：对方想要吞噬神速力，几大原力都去帮助姐姐了，而他一直在暗中保护艾瑞斯。他们不知道未来发生了什么，但一直有个东西想把艾瑞斯送进某个时间线。是迪恩一直在用静止力护他周全，仅是让艾瑞斯摆脱穿梭，就已经让迪恩体力耗尽。他甚至没有时间去通知白瑞。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艾瑞斯带到时间交错中，只有那里才能彻底摆脱对方。没有犹豫，立刻出发。中城内，神速还在袭击，迪哥利用雷的技术抑制了他的速度，上去几个勾拳将其打翻在地。可头痛又犯了，这次他听到了一个声音：世界都在等你。即将被手刀穿心，冰霜赶来救下了他。迪哥强挺着继续行动，在其中一个地址周围，他们见到了一名男子。男子什么都不记得，只知道这里很重要。众人决定带他回实验室。拥有新生代的伊斯兰萨还想去找黑洞报复，他邀请阿莱格纳加入，但眼下城市危机，阿莱格纳拒绝了他。出于担心，没多久还是跟了过去。可这一去啊，天人两隔，黑洞组织虽然全灭，但伊斯兰萨也嗝了。没多久，白瑞被迪恩送了回来。Is Nora? Not Nora. Iris. 这也太 BVS 了。Iris. She's the key! 切斯特完善了算法，神速大军从8小时一次袭击，现在浓缩成了90分钟。很快，这场内战就会全面开启。而刚刚带回来的男子或许知道些什么，但他什么也想不起来，记忆虽在，却不活跃。凯瑟琳有个办法，就是为其注射少部分暗物质，用来激活男人的脑细胞，但要征求对方的同意。切斯特修好了检测板，原封不动还给了迪哥。迪哥很看好这小子，虽然战争还没结束，但他必须要离开了。有件事已经拖了太久了。Whatever's going on, let us know if you need anything. Yeah. Thanks, man. 告别迪哥，男子的注射也即将要开启，他也很想知道自己是谁。一针下去，男子变得异常痛苦，他想起了自己的名字，我叫奥古斯特。塞西尔连忙把这件事告诉了白瑞，既然神速本尊在这里，那战局的主动权也在这里。白瑞正思考着未来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女儿诺拉就再次出现，但这次是真真切切的在眼前。面对父亲的焦虑，诺拉表示未来一切安好，但有一个变故，你得准备好。你的儿子巴特前来觐见。震惊啊！我竟然是儿子的爷爷，孙子竟然是我儿子，我竟然是我自己的爹。玩笑归玩笑，这里也就能解释通之前艾瑞斯的缺席了。他的确怀了孩子，而这也让艾瑞斯和神速力有了联系，这就提前为结局的闪电艾瑞斯准备好了。也不得不说，黑人的基因真是强大，2个孩子都遗传了艾瑞斯。本集呢，也预示着迪哥与登界早已产生联系。第8季的大联动想必就会围绕这两者展开。那个声音告诉我们，反监视者只是个开始，只是可怜奥利弗和雷帕默被拿出来先后消费。但往好处想想，这个世界观依然是有雷这个原子侠的。迪哥提到自己看过歌坛的医生， There's something really wrong. The doctors in Gotham would have found it. 说的就是他客串隔壁黑蝙蝠女啊。现在诺拉的 XS 和巴特的脉冲都出场了，加上结局的闪电艾瑞斯，我已经能看到一家人摇身一变成素质广场的景象了。第8季很快就会回归，我们就静静的等结局放出吧。